和朋友坐船游湖时，我做了一个梦，梦里一个男人说看上我了，叫我嫁给他，我没答应。第二天，船上的女同学离奇的消失。晚上在做梦时，我答应了，他笑得开心。可惜他不知道，我是唯一的帝师传人。我叫乔墨雨，是南江大学的大3学生，也是当代唯一的帝师传人。帝师，古代又指风水先生。俗语有云：一等帝师观星斗，二等风师巡水口，三等先生满地走。现在行走世间的，大多都是普通的风水先生。能掌握观星望气之术的，古代都在钦天监任职，效命于帝王家。我乔家祖上便是钦天监监正，也是世传的封门门主。又是一年暑假，寝室里的玲玲邀请我们去她家玩。她是江西九江市人，家里在鄱阳湖畔开了家民宿。我原本不想去的，可她接下去的话，一下就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表妹梦见水神了，他真的好帅好帅呀，比所有见过的明星都帅，简直没法用言语形容。按玲玲的说法，近段时间住在鄱阳湖附近的许多少女都梦见了一个相貌惊为天人的男子，男子会在梦里跟他们聊天，带他们去玩。室友们都兴奋起来，七嘴八舌地讨论猜测这个水神到底长什么样子。我有些好奇，他没伤人，也没要求人干什么事，梦见他的人会受伤或者死亡吗？讨厌，他是水神啦，又不是什么妖魔鬼怪。乔墨雨，你不许污蔑他！玲玲不满地嘟起嘴巴。我更奇怪了，托梦这事儿基本都是孤魂野鬼干的。人横死之后，执念太深，会找亲属托梦，鬼差也是允许的。人有3魂7魄，天地2魂游荡在外，命魂镇守7魄。如果是素不相识的魂魄想进入人的大脑，命魂不认识他，肯定万分防备。被强行的入梦以后，就会像鬼压床一样，激烈的反抗这进来的生魂，挣扎着想醒过来。等醒来以后，头脑昏昏沉沉，要好几天才能反应过来。像玲玲说的这个水神，不伤人，无所求，实在是匪夷所思。大家都对这个水神感到好奇。放假以后，坐火车跟着玲玲去了他家。现在正值汛期，鄱阳湖水位高，从落地窗朝外看去，碧波万顷，天上有一些碎絮似的晚霞裂片，碎在湖面上，把湖水也染成了金色。娄倩倩惊喜地欢呼：好漂亮啊！乔墨雨，你给我们拍张照片。说完，不由分说地塞给我一个手机，然后几个女生站在湖边摆弄姿势拍照。玲玲还不停地下指令，一会儿叫我蹲下，一会儿叫我扎着马步拍。我正低头想事情，举起手机随便地给他们来了几下。好不容易拍完照，娄倩倩接过手机一看，气得鼻孔放大。乔墨雨，叫你拍照，结果全是你在自拍。对呀，那你还让我们喊茄子，还叫我点脚。玲玲也气得跺脚。啊，是吗？我接过手机看了眼，烦人，我怎么今天没洗头发都这么好看？我开着玩笑，下一秒却愣住了。屏幕中，我穿着一件黑色短袖，一脸不耐烦地看镜头，右肩上搭着一只手，手指修长白皙，格外显眼。我猛地向后转身，后面是玲玲家民宿的大门口，门口摆着几盆花，玻璃门紧闭着，空无一人。有意思，大白天的就敢这么猖狂。这只手究竟是调皮的孤魂，还是找死的野鬼？欢迎走进今晚8点半的乔大师栏目。拍完照，玲玲走上去敲门，过一会儿，她爸妈热情地迎了出来。呀，欢迎欢迎，外面热死了，快进来吹会空调。饭后，玲玲得意地告诉我们，他们家今年新买了一艘游轮，晚上可以住在船上，开到湖中间去过夜。但是得注意，不能开到魔鬼三角那一片水域去，那里很可怕的。所谓魔鬼三角，是指老爷庙水域附近发生过多起沉船事件。历史记录最高的那天，仅1天里就沉没了13艘船，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侵华日军的那艘沉船。1945年，运输船神户5号装满了在我国掠夺的金银财宝顺长江入海回日本，谁知道鄱阳湖老爷庙水域时，船只突然沉没，船上200多人无一生还。驻九江的日本海军不甘心，派出了一支优秀的潜水队伍来到老爷庙，谁知道30多人的潜水队伍下水后也全失踪了，唯一回来的一个人还精神失常。战后，国民政府不甘心沉船上的大笔财富就这样消失，找了美国专业的打捞队伍过来。这支当时世界上最专业的潜水队伍也消失在了这片神秘的水域中。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虽然媒体报道这一切可能跟当地复杂的水域和气候有关，但是娄倩倩他们是亲眼见过我抓鬼的，立刻就往这方面想了。玲玲，我害怕，要不我们还是别去湖里了，就在你家住几天吧。玲玲却不以为意，怕什么？我们有乔大师在，他会保护我们的。更何况船上已经有人等着咱们了。玲玲看了我一眼，红着脸道：江浩言他们寝室的也来了。游轮不小，足足6个房间，我们去的时候，江浩言他们一行已经在船上了。大家兴奋地四处参观，我进了江浩言的舱房，他关上房门，深吸一口气，握住我的肩膀。乔墨雨，我喜欢，我也喜欢这个房间，你搬出去，我来住。其他舱房都是狭窄的单人床，这房里有唯一一张双人床，窗户也大，风景格外好。我扑过去把江浩言的行李箱盖子一合，推到门口。
哼，是你小子机智，一来就挑了最大的。你什么档次？不知道好的该留给门主吗？江浩言的手尴尬地悬在半空，片刻以后，惆怅地叹口气，认命地拖着行李换了个房间。乔墨雨，我恨你是个木头。一群年轻人聚在一块儿，热闹地喝酒聊天，不知不觉就到了半夜。他们还在继续玩闹，我撑不住，一个人先回房里睡觉。我回房的时候，玲玲已经先睡下了。她酒量不好，喝了2瓶啤酒就晕乎乎的，一个人占了半边床，四仰八叉地睡着。我把她朝旁边推过去一点，然后挨着她躺下，很快的就陷入了梦境。我坐着木筏来到一个小岛，木筏停泊在岸边，我踩着沙滩上岸，脚心陷入柔软的沙子，触感非常真实。沙滩上站着一个陌生男人，他一头银发，眉宇清冷，深邃的瞳眸里仿佛有汪洋般的忧伤。乔墨雨，他朝我伸出手，嫁给我，留下来陪我吧。什么玩意儿？我伸手掏了掏耳朵，你再跟我说这么晦气的事情，小心我揍你。我没搭理他，绕着小岛转了2圈，岛上除了沙子啥也没有。那个男人诧异地挑了下眉，不甘心地朝我走过来，到我面前时又朝我伸出手，他嘴角微弯，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嗓音低哑，仿佛带着蛊惑人心的力量。乔墨雨，嫁给我。我没反应，他继续用气泡音说话，看着我的眼睛，太瞎了，受不了。我翻个白眼，直接弯起2根手指戳他眼睛。看你妈，你扁桃体被门夹了。眼前的场景烟雾般的散开，我的手穿过他的脸，重重地打在船舱墙壁上。我猛地睁开眼睛，窗外漆黑一片，外头已经彻底的安静下来，只有海浪时不时地拍打在船身上，发出哗哗的闷响声。我抹了把汗，掏过旁边的手机看了眼，时针指向凌晨3点。还早，继续睡。我翻了个身，意外地发现旁边的位置空着，玲玲不见了。玲玲，玲玲，我轻喊了2声。舱房里就有洗手间，洗手间的门开着，里头漆黑一片，并没有人。想到白天在玲玲家门口看见的那只手，我放心不下，决定起床去找她。游轮停得离岸不远，甲板上亮着灯，岸上的建筑物成了一团巨大的黑影，看着让人心头发毛。更让人发毛的是玲玲，她穿着白色的睡裙，在甲板上翩翩起舞。玲玲是出了名的手脚不协调，军训的时候就以同手同脚的走正步闻名全系。现在她闭着眼睛，僵硬的踢腿，伸胳膊，转圈圈，脸上还挂着沉醉的微笑，要多瘆人就有多瘆人。我看得鸡皮疙瘩掉一地，玲玲忽然又转了几个圈，朝我的方向一路旋转着跳过来。我站着没动，手已经掐了个响鬼山印。手印又叫手诀，是一种手势语言符号，在道教和佛教中都有独特的系统。像我们在寺庙里能看到不同佛像的手部会摆出不同的特定姿势，那其实就是手印。在道教，手掌部位暗含天干地支，不同的手印能沟通不同的能量，响鬼山印就是驱邪专用。我刚摆好姿势，肩膀上忽然被人猛地拍了一下。乔墨雨，你怎么在这儿？吓我一跳。班长张宇揉着眼睛，打着哈欠，怎么半夜还不睡觉啊？你在看什么？咦，玲玲在干啥？他中，我一个邪字还没说出口，就被班长打断了。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班长一面哼着歌，一面走过去，兴致勃勃地握住玲玲的手，带着她在原地转了个圈。月色下跳舞，太浪漫了。玲玲，我能跟你一起跳吗？他们2个手拉手的在甲板上转圈圈，也许是受班长阳气的影响。过一会儿，玲玲身后一道白影逐渐地浮现出来，那道影子是个浑身湿漉漉的中年妇女。她和玲玲手贴手，腿贴腿，玲玲踩在那个女鬼的脚上，所以她的脚尖看起来一直是点着的。玲玲，你跳得真好，你是不是学过芭蕾？班长低头看了眼玲玲的脚尖，满脸羞涩。我终于忍不住了，班长，嗨，乔墨雨，这么晚了，你不早点回去睡觉？班长面色羞赧，一边疯狂地朝我使眼色，比嘴型。电灯泡，快走啊你！我神色复杂地看着班长，你确定？这个时候，女鬼正把头搭在玲玲肩膀上，一双发黑的瞳仁直勾勾地盯着班长看。这场3个人的游戏，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班长上嘴唇不动，下嘴唇频繁地朝左侧斜，做表情做到已经快扭曲，示意我离开。见我不为所动，他终于屈服。每节课的课堂笔记都给你一份。好的，班长，你们慢慢地跳，那我走了。我笑着挥了挥手。这个女鬼身上煞气不重，短时间内也伤不了人。我放心地回房间，翻出背包，掏了2枚5帝铜钱放进口袋。我回到甲板上，前后时间最多2分钟，可就是这么短的时间，班长和玲玲都不见了。空荡荡的甲板上，月光如水，照亮了地上一滩鲜红的血迹。玲玲，张宇，游艇的甲板不大，我走到扶栏旁边向下俯瞰，水面黑漆漆的，寂静的海面上除了浪花什么都没有。我只能又往舱房的方向走，走了一段路，果然听见了班长的声音。玲玲，我没事的，一点都不疼。驾驶室里靠窗有一小圈卡座，班长坐在卡座上，一条腿搁在驾驶位的椅子靠背上，小腿上有一道深深的划痕。
玲玲站在他旁边，低头盯着他小腿看了片刻，忽然把嘴凑了上去。嘶！班长深吸一口气，脚尖绷直，5个脚趾头缩紧，手也紧紧地抓住卡座，白皙的脸蛋涨得通红。玲，我们这样是不是太快了？是太快了。他妈的，我谅你修行不易，本想着饶你一次，居然敢动我的人。我快步地走过去，一把捂住了玲玲的嘴巴。她背后的女鬼瞬间呲起牙齿。这是一个普通的孤魂，每个人都有命数，所谓阎王要你3更死，不会留人到5更。人这一生什么时候死，早就命中注定。正常阳寿已到的，鬼差会按时来接人，把人的魂魄带去地府。也有些人身体特殊，死后魂魄不能离体的，就需要鬼差把他的魂勾出来，这叫勾魂。那些意外的死亡的，就是孤魂野鬼了，也叫飘灵。因为投胎是有规定时间的，你提前死了，阳寿未尽，魂魄不能去投胎，只能留在人世间，到处漂泊。为了管理这些孤魂野鬼，地府特意的建了一座枉死城，会有日夜巡游在人间搜捕，发现了就带去枉死城，等着投胎。但是这几年人口爆炸增长，有各种车祸等意外身亡的，也有因为心理疾病自杀身亡的，人数太多，阴差忙不过来，漂泊在外的孤魂野鬼也就多了。这其中那些横死的，怨气强，会容易成为厉鬼。厉鬼伤人，鬼差来不及收的，就有人间的道士收拾他们。而另一类比较特别的是活够了自杀的，他也没有特别憎恨的人，心里怨气不重，死后在人间四处游荡。刚才这个女鬼就是这种普通的游魂。游魂一般不伤人，可这个女鬼居然对血液有了欲望，沾了人血之后，鬼魂很容易煞变，到时候就会成为厉鬼，害人性命。我刚把玲玲扯过来，班长已经反应过来，飞快地抓住玲玲的胳膊。乔墨雨，你干啥呀？虽然我读书好，人又帅，身高183.5，聪明正直，善良孝顺，但是你不可以喜欢我呀。我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了。班长红着脸看了玲玲一眼，鼓足勇气伸出手，把她拉到身后护着。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你死心吧。女鬼贴在玲玲身后，嘴角挂着血迹，她漆黑的眼瞳已经逐渐的开始发红，仿佛弥漫了一层红雾。我靠，快闪开！这个鬼煞变得也太快了。我伸手去推班长，没推动，他轻笑一声，伸手一撩刘海。乔墨雨，忘了告诉你，我虽然读书好，可我还是校跆拳道社的呀。你这点力气啊！我飞起一脚踢中班长的胸口，他惨叫一声向后倒去，身体正好卡在驾驶座和方向盘中间。与此同时，玲玲刚好低头想咬班长，这下咬了个空。他转头看了我一眼，眼中闪过惊惧之色，然后又立马转身朝班长扑过去。班长伸开双手迎接玲玲，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玲玲，我早就知道你也。就在两人要抱上的一瞬间，情急之中，我脱下脚上的人字拖，一把甩到玲玲脸上。啪的一声，玲玲的头向旁边一歪，脸上一道红痕。班长气疯了。乔墨雨，你疯了！就算我拒绝你，你也不能打人啊！他从椅子上挣扎着要站起来，玲玲愣了一秒，又朝他扑过去。我已经飞扑上前，一把扯住了玲玲的衣服，两个人滚倒在地上。班长急了，别打了，你们两个别打了，我们动静闹得太大。其他人听见响声，已经朝这边走过来。江浩言顺眼惺忪地推开驾驶室的门，大吃一惊：“你们在干嘛？”江浩言，他们两个为了抢我打起来了，你快把他们拉开。班长屁股陷在椅子和方向盘中间，情急地挥动着双手。两个女生打架像什么样子啊？乔墨雨，你怎么能掐人脖子呢？江浩言愣住了，显然没明白班长的话。过一会儿，他倒吸一口冷气，结结巴巴道：“为了抢你打起来了？”乔墨雨，你……江浩言转头看向我，语气里的委屈之情溢于言表。你喜欢班长？我把玲玲的下巴往后一掰，把那枚5D铜钱塞了进去，与此同时结了个响鬼扇印，左手伸开向上，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弯曲，大指和小指伸开，置于左手掌根部。手印贴上玲玲的额头，玲玲浑身剧烈的颤抖一下，很快的就不动了。我又低声的念了咒，那道白色的魂体很快的就消散在空气中。我松口气，这个女鬼段位低，好对付得很，要不是班长在这里碍手碍脚，我早就把她收拾了。我拍拍手，站起身，然后把班长从方向盘下拉了起来。行了，班长，你把玲玲抱回房间去睡一晚，明天我再给她念安魂咒就行。班长抱起玲玲，看我一眼，又看看江浩言，叹了口气。哎，感情的事最难强求，你们好好的聊聊。他离开驾驶舱的门，在门口又站了几秒钟。乔墨雨，虽然我优秀的就像黑夜中的萤火虫，你情不自禁的被我吸引，但是有时候也要睁开眼睛看看周围，说不定你的缘分就在身边，而我注定是你得不到的男人。班长大步的离开了，我和江浩言留在驾驶舱，面面相觑。江浩言，安魂咒，你这是在驱邪？我点点头，摆了摆手。对呀，一个小鬼，不费什么事。行了，时间不早了，回去睡觉吧。我走了2步，忽然感觉有点不对劲。刚才注意力集中在驱邪上，没反应过来，现在四下一安静，我才发现方向盘后仪表跳动，
马达发出震动声，应该是班长刚才卡在那儿，不小心把游轮给启动了。江浩言，你会关这东西吗？江浩言摇摇头，就玲玲会，不过这个速度也不快，开一会儿问题不大。天很快的就亮了，我把玲玲叫醒，让她去把行驶的游轮熄火关停。玲玲呆呆地坐在方向盘前，颤颤巍巍地伸手指向前窗玻璃，脸色一片铁青。前面是老爷庙，玲玲的表情已经快哭了。我们到老爷庙水域了，快点回去。她手忙脚乱地转着方向盘想掉头，越心急越乱。我在旁边看她瞎折腾一阵，游轮忽然熄了火，彻底地停了下来。玲玲呆了一会，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完蛋了，船动不了了。我凑过去，你别紧张啊，踩没踩离合器？乔墨鱼，这是游轮，哪来的离合器？这里有水怪，我们要死在这儿了。玲玲一边抹眼泪，一边哆嗦着，继续不甘心地转动方向盘。江浩言和班长也赶了过来，看见玲玲哭，班长顿时着急了。哎呀，玲玲，你别怕，这个地方磁场异常，游艇不能正常行驶也是难免的。这是北纬30度，这条纬度线非常奇特，全球但凡位于这个位置的地方，都有很多神奇难解的现象。百慕大也在这个纬度，经常有飞机轮船失事，不是什么水怪造成的。班长说完，玲玲愣了几秒，哭得更厉害了。那我们还怎么回去？行了行了，我看过鄱阳湖的报道，船只失事基本都在大风天，今天天气好，又没什么风，我们打电话等救援就行，不会出什么事的。江浩言安慰了几句，玲玲总算冷静下来，打电话联系救援船只。打完电话，玲玲松了口气，下午就会有船过来。窗外湖水澄清成一片碧绿，太阳已经高高的升起，千道霞光散在湖边上，美不胜收。我们几个走到甲板上，微风只够吹动人的发丝，确实是个晴朗无风的好天气。其他同学也起床了，一个个的伸着懒腰走到甲板上，嘻嘻哈哈的打闹。玲玲彻底的放松下来，今天天气很好，应该没事的。众人在船上消磨了半天时间，我从包里掏出一大把五颜六色的旗帜，指挥江浩言按我说的位置绑上。乔墨雨，你这是要弄啥呀？我神秘的一笑，凡人不会懂本门主的智慧。江浩言无语的看我一眼，却还是乖乖的配合。班长在旁边看得叹气，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我翻个白眼，难听死了，闭嘴。吃完午饭，娄倩倩忽然提议，玲玲，你真会选地方，这边湖面风景比之前好多了，我们来钓鱼吧。玲玲强颜欢笑，也想找点事情分散注意力。好，工具室里有钓具。几个男生兴致勃勃地拿了钓竿、鱼饵，要比赛钓鱼。江浩言闲着没事，也自发地加入，只有班长一直陪在玲玲旁边，小声地安慰她。我靠，江浩言你牛啊，这么快钓到鱼了。鱼线刚入水不到3分钟，水面上的浮标就晃动起来。江浩言一提钓竿，稳稳地拎上来一条约莫3-4斤重的鲢鱼。乔墨鱼，你看我钓到鱼了。江浩言提着鱼线，一脸激动地把鱼递到我面前。我随意地扫了一眼，顿时汗毛直竖。这是一条普通的鲢鱼，头小鳞细，背部呈银灰色。可诡异的是，鱼眼发白，腹部翻过来，已经烂了一个大口，里头肠子都不见了。这分明是一条死了很久的死鱼。我靠，我也钓到了！几个同学也喊了起来，大家纷纷地提起鱼竿，把钓到的鱼放到一起比大小，这才惊讶地发现，钓上来的无一例外全是死鱼。这是怎么回事啊？女生们都挤过去看，张强吞了吞口水，脸色难看地搓了搓手臂。你们没听说过吗？死鱼正口，收竿就走，这是水鬼在找替身啊！大家都不说话了。好一会儿，娄倩倩才挤到我旁边，结结巴巴问道：乔墨雨，张强说的是真的吗？我面无表情地点点头。麻烦了，这底下的不是水鬼，是水猴子。水鬼是一种极其特殊的鬼，水性属阴，人死在水里会被困在此处，脱不了身。只有找到替身，用心死之人的怨气才能冲破这种封锁，之前的水鬼才能摆脱这片水域，去地府投胎。所以，一个地方淹死了人之后，往往会频繁地发生溺水事件，都是水鬼在寻找替身。普通的水鬼都是魂体，其中最厉害的水鬼，时间久了能修炼出躯体，这种有身体的叫水猴子，在日本又叫河童。像昨晚那个女鬼，只是普通的孤魂，用个5滴铜钱就能对付。如果碰上水猴子，那事情可就大条了。水猴子会在鱼钩上挂上死鱼，引诱你们停留在此。它在水底力大无穷，很难对付。大家现在起不要在甲板上待着了，都进船舱去，水猴子不大会上来。我挥手让众人赶紧进仓房。大家上次在江浩言家都亲眼看过我周绝煞，对我还比较信任，只有张强的表哥站在原地翻了个白眼。表哥名叫张望，在 A 大念书，学校比我们南疆大学高了一个档次，看人时候总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啥玩意儿？水猴子？河童？哈哈哈哈！你们还能更离谱一点吗？表哥拍着手大笑，继续把鱼竿挂上鱼饵，朝海里甩出去。那看我钓个水猴子上来，给你们做刺身吃。
表哥，你别闹了，乔墨雨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张强急了，伸手去扯表哥的胳膊，表哥一只手伸着抵住张强的胸口，不让他碰鱼竿。两个人正拉扯间，海面上忽然起了一股风，浪头猛地掀起，扑在船身上。表哥一个没站稳，朝栏杆扑去，张强慌忙地抱住他。表哥哈哈大笑，哈哈哈，吓死了吧？哥逗你玩呢。话音刚落，他手里的鱼线忽然绷紧，有一股巨力从水底下传来。表哥神色一震，兴奋道：“我操，好大的鱼！”张强已经快哭了。表哥，你快放手啊！水猴子会把我们都扯下去的。不知何时起，天色已经完全变了，湛蓝色的天空仿佛蒙了一层灰布，狂风嘶吼，空中发出一阵阵尖锐的呜咽声。表哥紧紧地握着鱼竿，手背上青筋暴起，一条腿蹬在栏杆上，身体用力地往后仰。张强站在他身后，抱着他的腰大吼：“表哥，快松手啊！来不及了！张强，你松手！”所有人都立刻进仓房。我刚说完，一个大浪打下来，甲板顿时被浇了个透。几个女生发出一阵尖叫，争先恐后地往仓房的方向跑去。从甲板回仓房要经过一段往下的楼梯，娄倩倩跑在第一个，她刚跨上第一级阶梯，船身忽然猛地一震，底下仿佛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上来，游艇歪了大半，所有人东倒西歪地摔在地上。娄倩倩更是沿着甲板一路滑下来，眼看着就要摔出船外。她一边声嘶力竭地尖叫，一边胡乱地挥舞着手，千钧一发之际，终于抱住了船头的栏杆。呜呜，乔墨雨，救我！娄倩倩抱紧栏杆嚎啕大哭。就在这时，表哥的鱼竿终于被她用力地提起来了，好像是鱼竿那头的东西突然松了力道，因为惯性作用，表哥和张强一起向后摔出去，鱼饵上一团东西飞了上来，正好贴在娄倩倩的腿上。娄倩倩转头一看，吓得魂飞魄散。映入眼帘的是个怪物，长得笑似猴子，但是头发特别长，手指之间有蹼相连。更诡异的是，他长了一张人脸，眼距极为开阔，而且没有嘴唇，尖利的牙齿明晃晃地露在外头。那怪物呲着牙齿，伸出猩红的舌头，在娄倩倩腿上舔了一下。他的舌头像蜥蜴，又细又长，顶端还是分叉的。娄倩倩浑身瘫软，手上的力道也不自觉地松了，眼看他就要被水猴子拖进水中。我飞扑上前，朝他脸上狠狠地吐了一口混着舌尖血的口水。虽然听起来有点恶心，但是口水这东西其实作用很大。道教中，唾液又叫玉液，乃人之精气所化。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都有记载唾液养生法，便是来源于道教。搜神记中有一篇宋定伯卖鬼，就是讲了口水的妙用。宋定伯吐口水，把鬼变成了羊，还把他带去集市卖了。这个故事绝不是空穴来风。我修道多年，口水蕴含精气，又混了舌尖血，乍然喷在水猴子脸上，他惨叫一声，本能地伸出双手捂住眼睛。这么一松，水猴子掉进湖里，我趁机把娄倩倩半抱着拖了上来。所有人都进仓房，快点！刚才那一幕看见的人不多，但是船底有东西冲撞是大家都知道的，众人不敢在甲板上停留，纷纷地跑进仓房。我拖着娄倩倩跑下楼梯，又几个大浪扑过来，过道上的水位瞬间升高，漫到了大腿位置。大家不要分散，都到我那间房里去。我和玲玲住的是从楼梯下来左手边第一间，房间最大，我的装备也都在房里。所有人集中到一起才最安全。一共10几个人，七零八落地散在过道中，外头乌云密闭，天色阴沉，过道里光线就更暗了。不断的有水沿着楼梯涌下来，娄倩倩把身体紧紧地贴在舱门上，看见一团头发被冲进来，浮在水面上。啊！水猴子进来了！娄倩倩快吓疯了，恨不得贴着舱门爬到顶上。表哥见了，嗤笑一声：“行了行了，什么水猴子？这是海草。”说完走过去，伸手要把那团海草提起来。我在旁边悠悠地说道：“有没有可能这是湖泊，没有海草？”表哥瞬间僵住，他的手已经抓住了那团头发，指尖上都是冰凉滑腻的触感。他倒吸一口冷气，尖叫一声，把那团头发甩了出去。哈哈哈，这是水草！表哥，你胆也不大呀！我哈哈大笑，表哥脸瞬间黑了。就在这时，又有一团水草涌了进来，表哥瞪我一眼，走过去直接把那团水草提起来。所有人都沉默了。水猴子被表哥提在半空，四肢蜷缩着，一双眼睛像青蛙一样鼓起，布满尖牙的嘴角咧开，居然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表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反倒是娄倩倩一边尖叫着，一边喊：“他怕口水，快吐他口水！”表哥试探着，一坨白色的粘液顺着水猴子的脸颊滑落，众人更沉默了。我叹气，是叫你吐口水，不是吐痰。水猴子受不了这种羞辱，忽然发狂，一口咬上表哥的手腕。啊！表哥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拼命地甩动胳膊。其他人见了，纷纷地尖叫着四处逃窜，一个个的选了离自己最近的仓房钻进去，把门反锁上。水猴子咬了一大口肉下来，3、2口吞了，然后顺着表哥的手臂爬到他腿上，身体没入水面消失不见。下一秒，一股巨力传来，表哥瞬间就被拖进水里。水位有大腿深，
表哥被水猴子拖着沉进水里，他惊慌失措之下又不会屏息，只需1分钟就能被活活的淹死。我的装备都在仓房，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去拿了。情急之中，我只能结了个雷族手印。古代神话传说，天界有36雷部，雷祖是雷部统帅，雷族手印能短暂的借到雷祖的力量。雷光破万邪，但是所耗费的精力也极大。我结完手印，顺口念了个5雷咒，一记雷光下去，水猴子果然立刻松开表哥，向外逃窜。我走过去把表哥拉起来，他一手撑着墙壁，大口的喘气，脸上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湖水。班长站在不远处，呆呆地看着我们。不可能，这不可能！上次那个雷击木令牌，说不定里面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储存了雷光。但是你这次为啥能空手罩雷？你是雷震子投胎？行了，先回仓房去。这点雷光只能短暂的伤到水猴子的皮毛，他没经历过，乍然被吓跑了。等反应过来，这东西伤不了他，只会更加激发他的凶性。我们几个动作极快的冲到第1间仓房门口，我一用力的推门，才发现门被反锁了。谁在里面？开门！里面肯定有人，但不知道是不是被吓坏了。我用力的敲了几次，里头都毫无反应。快开门！水猴子已经被我打跑了，等下他再回来，没道具我对付不了。门依旧没开，我火了，用力的踹了2脚。这游艇的房门都是特制的铝制水密门，结实的很，根本踹不开。没办法，我们只能先躲进了对面仓房。房里的水位比走道上低，堪堪的淹没到床腿位置。表哥走过去，狼狈地瘫坐到床上。班长和江浩言检查他的伤口。乔墨雨，你刚才那一招是什么？这其中到底是啥逻辑？你能不能给我讲讲？班长没完没了地追问。我沉默了一会儿，反问道：你知道什么是克苏鲁吗？首先，假设蚂蚁是1级生物，人类是2级生物，克苏鲁是3级生物。几万个蚂蚁在地上排列出了你的名字，你正好看见了，肯定会好奇地走过去。这在蚂蚁眼里，就是他们用神秘的仪式召唤出了人类。同样的道理，人类也可以通过特定的手段召唤出克苏鲁。在我们道教，请神就和召唤克苏鲁的道理一样，他们是更高纬度的生物，特定的手印和咒语都能借用他们的力量。班长虎躯一震，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伸手摸了摸下巴。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事听起来居然有点科学道理。别克苏鲁了，乔墨雨，你快帮我看看这个水猴子有没有毒啊，我不会死吧？表哥举着手臂凑到我面前，他伤口还渗着血，可血液竟然是黑色的，皮肉朝外翻着，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青。没事，到时候我拿点阴阳水给你洗一下伤口就行，问题不大。话音刚落，舱门外忽然传来一声巨响，有东西重重地撞上来。表哥尖叫一声，抱着膝盖缩进床里。我操，他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我看了一眼舱门，咬牙做了决定。等会儿我把门打开，你们先出去，然后我会把舱门锁上。你们去房里把我的包拿来，到时候我再来开门。不行！江浩言立刻阻止。你房间里有人，我们都进不去，就算出去了也于事无补，不如都待在这儿。一个猴子，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人收拾不了他。那个表哥弱弱的插嘴，所有的舱门都有钥匙，钥匙就在工具室墙上挂着，我去拿渔具的时候看见过。行，那你和班长去工具室，我和江浩言留在这里对付他。我深吸一口气，走到舱门旁边，握紧门把手。班长和表哥躲在门背后，我默数3声，猛地拉开了房门。一团黑影迎面扑来，我不管不顾，伸手掐住水猴子的脖子。班长和表哥趁机冲了出去，江浩言立刻锁上舱门。水猴子被我掐在手中，他伸出猩红的舌头朝我脸上舔，被舔到的地方一阵刺痛，皮肤很明显的被他舌尖上的倒刺刮破了。我忍着恶心，又吐了一口口水，然后手捏金刚指印，一下捅在他的肚子上。水猴子发出一声怪叫，浑身毛发倒竖，从我手里窜出去，跳到了一旁的桌子上。江浩言向我靠拢，我们2个靠在门背后，和水猴子紧张的对峙。然后我就看见他又笑了，嘴巴裂开，2个眼珠子忽然拖出眼眶外，只与一些红色的肉丝相连。水猴子张大嘴，发出一声极为高亢的尖叫，上颚下坠的肉球颤动起来。我脑子顿时感觉到一阵剧烈的刺痛。水妖都有魅惑人心的本事，教人会唱歌，水猴子的叫声也能攻击人的精神，让人短暂的失去战斗能力。水猴子叫了几声，弓起背就要朝我们扑过来。就在这时，船底忽然又被大力的撞了一下，整艘游艇都有一瞬间离开水面。我一阵迷茫，水猴子就在这里，那水底撞游艇的又是什么东西？咚，又一下剧烈的撞击，我感觉周围所有东西都瞬间颠倒，窗户的玻璃应声而裂，水流汹涌的灌入。我撑着手臂站起身，朝窗外看了一眼，这才发现我们已经在水底了。游艇被撞得侧翻，一面朝下，一面朝上，我们这一侧的舱房刚好在下面，一会儿功夫，水位就没过了胸口，要不了多久，很快的就能淹没头顶。水猴子在那一阵剧烈的撞击中，也不知道被甩到哪里去了。我眯着眼睛四处看了一圈，走过去握紧了江浩言的手。我们快出去，想办法到对面舱房去。
说话的功夫，水位越涨越高，很快的就到了我下巴的位置。我和江浩言游向舱门，用力的向内打开。因为船只是侧翻的，此时舱门的位置已经在我们头顶。随着房门打开，一股水流兜头冲下，我和江浩言紧紧地拉着手，才没被冲散。我2只手爬住舱门，江浩言在我屁股上拖了一把，身体探出门外。出乎意料的，走廊上水位很浅，游艇应该是一半都淹在水底，走廊另一侧都还在水面上的。我大口的呼吸新鲜空气，转身把江浩言拉上来，2个人一起坐在地上喘气。我低头看了一眼舱房内部，整个舱房已经被水淹没，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的飘在水里，视线模糊，根本看不清其他东西。江浩言，这一侧除了我们，还有2间房都被水淹没了，肯定里面很可能有人，我们要去把他们都救出来。江浩言点点头，正要站起身，忽然眼前一亮，乔墨雨，你看。只见楼梯旁的左侧第1间舱门，也就是我住的那个房间，房门大开着，应该是刚才巨大的冲击被撞开的。我的背包甩了出来，正挂在楼梯口的扶手上。江浩言，我去拿包，你去找其他人。走廊的宽度在1.5米左右，现在侧翻着，就成了顶部高度1.5米。我和江浩言都猫着腰，分头行动。内部光线昏暗，水位逐渐的蔓延，人不能站直身体。黑漆漆的水下又有一只随时可能把人拖走的水猴子。连我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都感到有几分恐惧，心脏砰砰乱跳，呼吸急促。我捏着掌心，努力的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去，就在手够上包的一瞬间，有东西握住了我的脚腕，猛地向下拖。我扯住包抱在怀里，低头一看，水猴子正拽着我的脚踝，一头毛发在水里散开。他把我拖回刚刚出来的那间仓房，摆明是想淹死我。我憋着一股气，他妈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大威天龙。我从包里拿出桃木剑，一剑刺向他的腹部。因为在水底，大部分法器其实起不了作用，雷击木没法用，符咒沾了水也没功效，连咒语都念不了。我只能用桃木剑和七星剑对付他。我们在水底缠斗了一阵，水猴子大概是看我难对付，转个身的功夫又消失不见了。我背着包，狼狈地从仓房里爬出来。江浩言他们几个正好弯着腰走过来，猛然看见一个人披头散发从水底站起来，纷纷吓得尖叫。冷静点，是我。大家先都到第1间仓房里去。顺利地进了仓房，把门关上，所有人都松一口气。我数了下房里的人，人数是齐的。救生筏在哪里？我们得坐救生筏出去。就在这里侧面，从窗户顶上翻出去就行。玲玲红着眼睛，伸手指了指头顶。班长黑着脸站在他旁边，强忍着怒气。我不明所以，这是咋了？刚才他在这间房里。班长没多说，我们却瞬间懂了。刚才玲玲躲在里面，死活不肯开门，完全不顾我们的性命。班长对他失望透顶，看也不看他，而是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言辞恳切。之前是我肤浅了，乔墨雨，我会认真的考虑我们的感情。江浩言，没事吧你？就在这时，舱门忽然又被重重的拍响，娄倩倩的哭声从外面传来。快开门，乔墨雨，快救我呀！呜呜，所有人都呆住了。房间里人数是齐的，如果娄倩倩还在外面，那里面多出来的这个人是谁？仓房里视线昏暗，大部分人都只能模模糊糊地看清个影子，如果不说话，根本分不清谁是谁。玲玲尖叫起来，别开门，她是假的，她肯定是假的。那真的娄倩倩在哪里？你们谁是倩倩？说话呀！我捏紧手里的七星剑，仓房里没有人出声，我的心一点一滴点沉了下去。没人说话，那外面的娄倩倩才是真的。我握紧门把手，打开了仓房的门。一个女人狼狈地爬了上来，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长发披肩盖在脸上，看不清表情。我蹲下身拍她的肩膀，倩倩，你没事吧？她也不说话，只伸手用力地握住了我的手腕。我拉着她站起来。站在不远处的玲玲脸色苍白，上下牙齿打着战，忽然拼命地向后躲。玲玲挤到班长身后，班长不满地皱眉：玲玲，你怎么回事？你和娄倩倩不是好朋友吗？她这么狼狈，你不安慰就算了，躲什么？玲玲快哭了。倩倩，蓝裙子，倩倩今天穿的是蓝色裙子。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娄倩倩今天穿的好像真的是一条宝蓝色的裙子，特别显皮肤白，她显摆好久。乔墨雨，好久不见啊，你不记得我了？女人抬起头，露出一张熟悉的脸，一双黑眼珠几乎占满了整个眼眶。我大惊失色。方露，留在她体内的魂魄早就被雷击木轰得灰飞烟灭，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谁？我有一瞬间的恍惚。方露阴森森地笑着，拉住我跳进舱门。我还有个宠物，你陪它玩玩。水猴子早就候在一旁，我刚跌下去，他就扯住我朝外面拖，力大无穷。我没挣扎，很快的就被带出船外。我死死地抱紧了船侧面的栏杆。外面漆黑一片，四面八方都是冰冷刺骨的湖水。我胸口憋闷，因为缺氧，眼前开始阵阵发黑。视线朦胧中，一道巨大的黑影从我眼前闪过。我终于见到了水底那个撞击游艇的巨物。
那是一条巨大的蟒蛇，头顶长着一根黝黑的角，一双眼睛大如灯笼，闪着凶狠的红光。这是魔鬼城蛇窟里那条巨蛇，几乎要化交成功了。它用尾巴缠住我，浮到水面上，眼神中露出一丝讥讽的神情。乔墨雨，叫你留下来陪我，你怎么不听呢？熟悉的嗓音，我一愣，这才反应过来，他就是最近那个水神。蛟蛇、方露，还有这只水猴子，这一切都是个局，他们早就在这儿等我了。好巧，我也在等你们。现在人齐了，哦不是，妖魔鬼怪齐了，可以收网了。我仰头看向天空，夜色已经完全黑了，头顶是满天繁星，尤其是北斗七星，像几个亮色的白点，格外耀眼。我问方露，你知道这世间最强的大阵是什么吗？我从蛟蛇的鳞片下艰难地把手抽出来，指向天空。传说中，周天星斗大阵最先为妖帝帝俊借助先天阵道灵宝河图与洛书参悟而出，为上古妖庭的阵族大阵。时间流逝，只有星辰永恒，而周天星辰大阵便是串联运转这浩瀚繁星力量的阵法。此阵上合周天365颗太古星辰，以太阴、太阳两个最强星辰为阵眼，无量星光之下，万物尽数灭绝。我说完，喘了口气，我算是知道了为什么反派死于话多，因为这种装逼机会不容错过。果然，方露轻蔑的一笑，不愧是帝师，知道的还挺多。可惜你也说了这是传说，这等大阵要由365位大罗神仙分别坐镇星辰，现在哪里来的大罗神仙？大罗神仙自然是没有的，真正的周天星斗大阵也没人能布置出来。但在我帝师一脉，有一个简化版的星辰大阵，先制作365面主幡，根据太古星辰的位置对应摆放，最后由雷光作引，激发大阵，可诛一切邪妄。我高举起一只手，正要说话，不远处忽然传来几道惊呼声。天哪，好大的蛇！不是蛇，它有脚，那是龙吗？我的妈呀，那是不是乔墨鱼？我转头一看，侧翻的游艇上有一艘橙黄色的救生筏放了下来，江浩言和班长带着剩下的其他人坐在救生筏里，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们会死在这儿的，那条蛇会把我们都吃掉。玲玲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我在做梦，我在做梦。表哥不停地伸手扇自己巴掌，眼神空洞地看着蛟蛇，所有人都满脸绝望。我立刻改了台词，轻咳一声，一只手高高的举起，虚空一抓，手握日月摘星辰，世间无我这般人，脚踏阴阳定乾坤，诸尽邪命唯我尊。没人注意的地方，我同时又快速的小声念了个引雷咒，然后让所有人都不可置信的一幕出现了。整艘游艇亮了一下，下一秒，天上所有的星辰好像都坠落了，大道大道的银光带着长尾滑落，仿佛一场华丽而盛大的流星雨。流星落在海面上，水猴子瞬间就化成了一团空气，方露的身体也立刻融化。巨蟒的蛇角折断，鳞片寸寸掉落，它仰头发出一声嘶吼，竟在关键时刻蜕掉一身蛇皮，从底下钻了出去，没命的疯狂逃窜。只有我站在水面中央，周围是漫天的星光，面容淡定肃穆，宛若神明。其实水底下两只脚拼命的踩水，才能让身体保持稳定。班长瞪大眼睛，快出来看仙女！我复盘了一下，内心涌上一阵羞耻感，好像有点过于装逼，太中二了。但是不要紧，哪个少年人不中二呢？我朝江浩言几人游过去。行了，都收拾掉了，小事一桩了，大家不要害怕。湖面上风平浪静，头顶星空灿烂，明天又是一个好天气呀。等了没多久，搜救队就来了。他们说刚才湖上忽然起了浓雾，完全找不到我们的船只，又说我们运气好，居然一个人都没出事。有几个同学受了点轻伤，回去后到医院处理了伤口，然后大家一起回到玲玲家休息。2楼有一间榻榻米合适，大家盘腿坐在地上，谁都没说话。好一会儿，表哥才递给我一杯茶。乔大师，你喝茶？我尴尬地看了他一眼。不用那么客气，你能不能起来？不要，我就喜欢跪着。如果说之前对我的态度是3分敬重，3分好奇，这天以后所有人都变了。我听见班长偷偷地问江浩言，和神仙谈恋爱犯天条吗？江浩言，犯。班长眼睛一瞪，那你离乔墨鱼远一点，我不能看你害了他，听见没有？江浩言，时间倒退回上午，老爷庙不远处的一间民宿里，童福生躺在露台的躺椅上，戴着墨镜抽雪茄。乔墨雨这次逃不掉吧？方露抱着双臂站在旁边，这次幽冥大人亲自来了，区区一个凡人，自然跑不了。凡人就是凡人，只有追随痴皇，灵魂才能得到永生。当初你们凡间的帝王秦始皇，就是痴皇的信徒。方露扭了扭头，不满道：“这具身体真是普通，不过无主之物，也只能勉强的用。”童福生点了点头，忽然转头剧烈的咳嗽起来。他咳了一阵，伸手捂住嘴巴，掌心都是鲜红的血迹。童福生擦干血迹，眼神中一阵狂热。我已经是癌症晚期，只有痴皇才能救我了。过一会儿，有手下来通知，他们的船到了。我去睡个午觉，晚上举行庆功宴。一直等到第二天，童福生也没能等来方露的信息。他不知道，他永远等不到了。